有时候我都在想，夜晚这个东西很奇怪。对于有些人来讲，它是放松，它是安静，是那种睡前喝一杯威士忌的时刻。那当然，对另外一群人来讲，它可能代表的是任务、潜行，甚至是生死。今天我们要讲的品牌呢，是这个雷美诺什，也就是 Luminex， 也就是那些为了在黑夜里活着的人所使用的手表。那这支影片我们不讲奢华，也没有要讲收藏价值，我们就讲简单的任务2个字的设计哲学。你会发现，一只好的表啊，不管它有多贵，而是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被需要。OK， 那 Luminex 诞生在这个1989年，那冷战结束，军事科技转向民用的时代。那个时候创办人呢，这个 Barry Cohen 呢，想的呢，不光是怎么样让这个表闪闪亮亮，而是怎么样让人在最黑暗的地方依然能清晰的看到时间。那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力量，因为它不是做这个行销的口号，而是一种基本人类生存的需求。它联合这个瑞士的这个MB Microtech 的这个把穿气灯管的技术带入手表的世界。后来呢，这个东西被命名为LLT， 就是 Luminex Light Technology， 变成了他们的品牌的这个产品核心的灵魂。那不同于 Superluminova 那种要用填冲光的那种涂料， LLT 的灯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需要外部的光源去让它冲光，而是对着这个封着这个穿气里面每天每秒释放的微量的这种能量撞击磷粉层，让这个整只表有这个24小时发光的能力，那甚至可以高达将近10到13年吧。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那一只是用差不多11年左右光线才完全光衰掉的。那这个定义也让它成为了特种部队啊、很多救援人员啊、飞行人员、探险家的一些共同语言。OK， 那如果你们在我继续往下讲之前喜欢这种用故事功能设计的角度来讲手表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因为接下来我要带你进入的是真正的 LLT， 也就是光如何改变军用设计的历史现场。那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OK， 再讲一次。OK， 那如果我们把 Luminex 的地图呢看历史当成一个地图，那它起点当然在美国，冷战的尾声。很多军工业开始转向民用，却也有很多只给部队用的技术开始走入了这个民间的市场。那 Barry Cohen 呢，看见了非常小却很刚好的一个市场。大部分的手表的夜光要关灯一久它就会暗掉，可是真正的任务上海上执行、夜间潜行、长时间待命，它不会等人，所以它找了这个瑞士的 MB Microtech 的这个 GTLS 的穿气灯管，他把它这个灯管放进手表里面，把这个技术变成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懂的品牌名 Lumen 是光 ，Nux 代表的是夜 ，Luminex 代表的是非常直白的一个宣言，就是我为黑夜而生。那整个品牌真正让人有想法，从想法变成战场的东西，是在1992到93年的一通电话。当时海军 Navy SEALs 的采购研发人员 Nick North 正在找这个 COTS 的，就所谓我们讲的就是商用现成品的解决办法，要水里面也要看，黑暗里面也要看，震到不会坏掉，被盐碰到不会烂，不会被腐蚀。那 Cohen 听完不是回一句好的我知道，而是把他所有的这些 Nick North 的这些要求做成了每一个规格，表壳要轻，然后要坚硬，表面要消光，不能反光，它整个镜面要耐撞，在夜晚要很亮。2年之后呢 ，Original Navy SEAL 3000斜线3001出场，把真正的军事化的这个需求具象化。它不是只是合乎军规的一个制式品，而是拿到授权被采购之后呢，被用在真实的任务里面。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关键。从整个授权采购到整个军队的这个配发，可以对使用者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我手上一支现场的这个通行证的一种保证。那个年代里面，在1990年代末 ，Luminex 把视线从海洋拉到空中，跟这个 Lockheed Martin 谈妥授权 F117 Nighthawk 出现，让夜间作战从海平面直接变到了夜空。商业上，2007年 Carla Mark 的3051.BO 把工具语言做成了更大众的审美，黑到发亮，亮到发黑，白天它几乎完全隐形，晚上则像一个仪表板。这招让品牌从原本立基于工具的这个基石，瞬间变成了一个很大众的话题。
OK， 那我觉得他们在后来的每一次授权，如果把它排成一个时间轴，你会很清楚看到它的逻辑是从技术切入，再由授权去背书，然后材料升级，让任务更完整，然后海陆空，这不是一次讲完的故事，而是每隔几年补一块拼图的长线工程。总结来说 ，Luminous 从来就不是要跟豪华品牌去打磨、跟复杂机芯比炫，而是要比的是谁在黑夜里面能第一个让别人看懂时间，在恶劣环境你的装备不会背叛你，这两件事情。1989年到2025年，整个逻辑都没有变，只是把舞台从海扩到天，再扩到冰跟雪，所有的极端环境。那设计语言有的时候比文字更直接。Luminous 的经典设计语言其实从3001开始一直延伸到后来的 Color Mark 到 Mil-Spec 到 ISAR 都围绕着一个字，就是能见度。我们先讲这支3001的 Heritage， 这一支表的 DNA 就是一个工具位，43mm 的碳纤维可单向旋转圈 ，LLT 的穿灯管分布在每一个时标的指针上，12点钟的橘灯。以及用来黑暗里决定快速的定位，它的黑雾面可处理的跟战术步枪一样的那样的低调，不会反光。那重量轻到让你会怀疑它很像是一个塑胶玩具，可是你一摔一撞，你就会知道这表没有在开玩笑。OK， 这表其实我自己也有2只，我觉得这个表就是除了我已经拥有超过10年，所以它的那个穿气灯管都已经摔化了，这个我觉得比较可惜以外，那其实这个表我平常还是会戴。那缺点就是真的晚上什么光都没有。OK，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Color Mark 的3051.BO， 那这一支是 Luminous 从任务走向市场的第一个代表作，它把军用基因留着，但多了很多的颜色的语汇选择。OK， 那.BO 代表的是 Blackout， 那通常指的是全黑、指针黑、刻度黑，只有灯色亮。那白天你基本上看不太清楚这只表，但晚上这只表就有点像是点亮的仪表板。那这种反设计的反差，反而让它成为了流行的符号。那个时候呢，时尚圈也爱，军事宅男也是非常喜欢的。那最后再来一支叫做 Mil-Spec 的3350，那这一支是 Luminous 对于军规精神的重新再诠释，全系列通过了这个 Military Standard 810H 的测试，通过抗震、防磁、耐低温，然后抗盐腐蚀，在外观上它更接近于传统军表，但是材质已经完全升级为了 Carbonex， 那是一种碳复合的高分子，比钛还要轻，比塑料还要硬，而且不导电。那这种材料的手感非常特别，摸起来干干雾雾的，那有点像是磨砂的碳纤维。那到后来的 ISAR 的1200系列，则是我跟你讲，设计师会爱死的那种设计，因为它在冰岛搜救队的 logo 融入整个面盘里面，然后指针啊、登山扣啊，然后整个表圈的4切面呼应着救援的队徽，颜色配置的北欧极冷的感觉。重点是它在表盘上印上北约的编号，这代表它是有真的被编入军备库存的需求里面的订单。OK， 那最后呢是这个。有一个这个3710系列，那是 Luminous 近年最棒的一个合作。亮橘色的表冠是救援的橘色，表带上印着摩斯密码，甚至还有这个跳伞绳的版本 Never Give Up 刻印在表盘上，完全符合整个救援的一种形象，也让品牌获得了一个重新的年轻化。OK， 那我们讲到这个品牌，基本上它用的是 Ronda 的这个石英机芯，为什么不用自动？那因为任务的逻辑是必须要可复原、可替换。石英在剧烈的这个震荡、长时间的放置、极端的温差，它其实稳定性是更好的，调教也更简单，3到5年换一次电池，基本上你要 GMT 计时日期都有不同模组的版本，也不用想太多，3针3钉准就对了。那密封的结构200米防水，也不是印上去就完事，在于它的垫圈跟材质压缩比，表冠双层垫圈旋入式的结构，底盖它多为旋入式或4点螺丝的固定。那这2个点决定了长期泡水、热胀冷缩还能不能维持同样的防水等级，所以定期测试压力是很重要的。军规跟潜水的习惯都习惯把这个测压当成例行的保养，而不是一个选配。镜面的部分你会看到时代的选择，早期是用强化矿物玻璃，那逻辑是因为抗碎抗裂要优先，
那近年代像是3001的 Heritage、F117 或 ISAR 大量使用蓝宝石，内外加上了 AR coating， 那对于大多数的用户来讲是更友善。那这不是谁比较高级，而是一种场景的优先级的分流。讲白一点，你天天撞墙吗？你天天走路都会碰到吗？矿物玻璃的确更能够消化能量，但是你会天天拿来摩擦吗？对不对？所以我反而觉得材质的这个优化之后，反而让这个表更贴近我们生活的使用的状况跟情境。那有这个表壳的材质，则有分成 Carbonux 跟 Carbonux Plus 的2个专利材质。前者这个 Carbonux 使用的是碳粉复合，后者使用的是碳棒比例可以到40%。刚性跟抗扭曲的变形指数是更高的。那这一类的材料3个好处就是重量很轻，长期佩戴不会累，然后导热的传导很低，冬天你不会被冷到，夏天你也不会被烫到。第3个它不是金属，所以防磁抗过敏，你摸过你就会知道我在讲是什么。它不是那种塑胶感，它更像是那个战术刀柄或者是枪柄上面的干物的手感，再加上这个 Aluminex 的这种航太铝合金。OK， Aluminex， 对，就是铝合金了。OK， 那它就是重量跟刚性好达到一个平衡。那 LTT 的几何布局当然就是很精华的部分。12点用的是异色管，通常在9点到12点，它会用的是常见的是橘色，那其余时间用的是蓝色。那时标不管是略高或指针略微加粗，形成了夜间的3角定位。那这比单纯亮不亮更重要，因为你需要知道的是，不管是亮度的亮，还要瞬间知道12点在哪里，分针在哪里。那衰退期大概通常在12年到13年会开始逐步的递减。那这也是这个工具可以使用的年限。那这也就是工程学跟人体工学在这个寿命上交叉的一个地方。OK， 那 Luminex 在于这个3350这一条产线上呢，对应了整个对标的整个对应的条目，它把结果做成了可以阅读的、可以卖的资讯，不是一个军规感就带过。结论是什么？就是不管你是要当收藏家，或者是你要一个长期可以摧残的工具，坏了能修，磨耗可以预期，功能很稳定，资讯很清楚，那这才是构造2个字真正的意义。OK， 那回到现实，我们刚刚讲这么多个型号。2025年，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常用售价当成一个参考的基准，帮你厘清3种币值，一次帮你们排好，你们只要听就好。3100的 Heritage 呢，美金是495美，台币大约是16000，人民币大概是3600人民币。入门血统，然后有授权，有蓝宝石，日常户外都够用。你们想要最原主味的，整个规格友善，那这一支是非常刚好。那再来是3510的BO Blackout， 那它的美金定价是475美，台币大约是15000台币，人民币大约是3400人民币。那白天的低调，然后更像隐形，晚上1秒就变成仪表板。想要便宜，想要帅，还要 LLT， 那这一支是卖得非常好，也值得大家推荐。那另外一支是军规的3350，那它的定价是695美金，台币大约是22000。然后人民币是5000块。那你们如果要的是规格对齐、说得出口的那种军规踏实感的话，那这一只表它的外观跟工具，你要拿来抄的话更放心。OK， 那再来是 ISAR 的1200，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北极这个极地的设计款，它的美金是来到745美金，台币大约是24000台币，人民币是5400。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设计细节，更多的救援叙事，蓝宝石 Carbonux， 那这一支的记忆点非常高，然后穿机能外套也可以冲锋衣，非常非常的好看。那最后是这个3710，刚刚有讲到的生存感更重，细节更多心思，橘色的这个表冠，摩斯密码，跳伞绳。那这只表是美金的895，台币大约是28000，人民币是6500人民币。那会买这个表的人，我就大概顺便讲一下，不管它是核单全配，或者是整个的这个你去挑选任何的型号 ，LTT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要再讲一遍，就是它会慢慢衰化，所以这个表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去买2手的。那再来一个就是镜面并不是越高级就越好，如果你们会常常碰撞的话，就选矿物质的版本；那如果你们会怕刮伤的话，就选蓝宝石版本的系列。那
换电池不会是悲剧，它就是一个日常。你可以去换电池的时候，顺便请师傅帮你检查一下胶圈、电圈是不是老了要更换。那这才是工具表的一个长寿的一个使用方式。那再来一个是，基本上它有很多授权的合作款，比如说有 Navy SEAL 啊，有 Lockheed， 有 ISAR 啊，有 Baird 啊，记得要找官方可靠的经销商。OK， 那如果有奇怪的 logo 或乱刻乱画的这些奇怪的东西的话，你记得要绕开来。那配胶带很好玩，你们要玩帆布、玩 NATO strap 都很好玩。那你甚至是夏天想要选橡胶，冬天想要选尼龙，5分钟换表带就是换一只表的感觉。我觉得在这个价位，你买到的不光是话题性，而是一个很不怕用、能跑、能摔、能下海，来回擦一擦，又是一条好汉的一个手表。OK， 那我觉得，假如你们是户外玩家，潜水、登山、越野、露营 ，OK， 去钓鱼，或者是第一线的职业军人、海巡、消防、搜救、外勤工作的，我觉得你们都很适合选这个表。OK， 那再来一个就是，你们如果在意的是 Luminex 那种可读性当成唯一指令，把材料几何执行到位，12点的异色，9点到12点异色，指针发光，那很机能、很军工派、军装派的话，那我觉得还喜欢街头的人也都可以去做这个表的选择。OK， 那再来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在犹豫智慧表跟指针手表之间的话，有些人我懂，就是你们要 Garmin、Apple 很方便，但你每天都要充电，2-3年一次大换代，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会觉得就是很浪费。但我觉得 Luminex 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不用充电，夜间可读性好，维护成本低。OK， 那它一样一只也是1-2万块，但是它可能13年、15年换一只表。OK， 那我觉得你在深夜帐篷里醒来，只要抬起手，你就可以确定它就在你旁边。OK， 那我觉得一句话了 ，Luminex 它不是拿来当社交开场的这个社交工具，它是用来话题结束、把事情做完的一个工具。所以你只要有一段时间需要踏实，那这个牌子它就有存在的价值。我们把 Luminex 的整个35年则摊开来看，其实就6个字：衡量、耐用、可靠。从海豹部队的需求清单到 Lockheed 授权的飞行故事，再到 Carbonex 的材料工程，再到 ISAR 的这个任务故事，它始终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人在黑暗里如何不迷路，如何找到它的方向。你也可以说他很会行销，但更会把行销背后的工程做扎实。灯管要怎么布局，壳要怎么去减轻重量，怎么样去用新的航太材料、科技工程材料去让手表达到更轻，镜面要选哪一种，电圈何时该更换，这些无聊却很关键的小事，才是这个品牌能活到现在的原因。OK， 那我觉得如果你们喜欢这种任务角度，记得设计 OK。喜欢吉米碎碎念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开小铃铛，留言告诉我你们最喜欢 Luminex 的哪一支，或者是你们下一次想要买哪一支，我们就来看一看哪一支票选的票数也许最高。我们下次来做一个深度剖析。OK， 那我觉得就是我常讲的，表留不住时间，但能够让你在时间认识你自己。Luminex 的发光不是要你发热，而是要你在看不见的时候让你看得见。OK， 当你需要一个隐隐约约的伙伴，他不会讲话，只会陪着你把任务执行完成。OK， 那我是带手的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Peace。